一把寒光閃閃的長劍，剑尖穩穩地停在江城的喉结前1寸處，剑身映着窗外透進来的月光，散發着逼人的寒氣。持剑的手纖細卻有力，沒有絲毫顫抖。這是一間位於清風鎮邊緣的廢棄磨坊，巨大的石磨盤靜靜地停在陰影中，四周堆滿了破舊的麻袋和稻草。郭襄正死死盯着江城，張三焦急地站在2人中間，雙手張開，試圖阻攔，卻又不敢觸碰那柄神兵倚天劍。第7集，暗流湧動的棋盤。郭女侠，不可，真的不可。江施主虽然穿着奇怪，說話也奇怪，但他這一路都在幫贫僧，剛才也是他救了我們啊。救我們？剛才那茶壺砸得確實準，但他這種裝束絕非中原人士，更不像西域客商，而且他腰上掛的那些铁器透着一股土腥味，你是倒斗的。江城在剑锋下緩緩舉起雙手，示意自己沒有惡意。面對郭襄的質問，他沒有慌張，反而露出了一絲無奈的苦笑。女俠好眼力，在下江城確實學過幾天卸嶺的本事。不過他慢慢的，動作幅度極小的將手伸向自己胸口的衣襟。別動，別緊張，我只是想拿點東西證明我為什麼要救你。江城從懷中掏出了那2枚一模一樣的青銅令牌，輕輕放在旁邊的磨盤上。郭女俠，別誤會，我不是什麼行俠仗義的大俠，我對你們的江湖恩怨、正邪之爭一點興趣都沒有。郭襄瞥了一眼那2枚令牌，眉頭微皺。我出手是因為我沒得選。你看這2塊牌子，一塊是我從那幫抓你的朝廷鷹犬身上撿的，另一塊是那個自稱天機閣的白袍道士送給我的。对，那天機閣的道長給了我們包裹，裡面就有這塊牌子。這說明什麼？說明想抓你的人和想請我的人是一夥的，他們在給我下套。我救你纯粹是为了搞清楚他們為什麼要抓我們，好讓我能保住這條小命，活着回家。郭襄看着江城坦然甚至有些自私的眼神，眼中的杀气慢慢收敛。這種為了自保的理由，在亂世中反而比滿口仁義道德更可信。郭襄收劍回鞘，發出一聲清脆的龍吟。天機閣，朝廷，看來你也是個倒霉蛋。他走到磨盤邊，拿起那2枚令牌看了看，隨手扔了回去。你猜对了一半。朝廷抓我，不僅是因為我是郭靖的女兒，更因為我發現了他們的秘密。什麼秘密？我在尋找故人的途中，路過終南山，無意中發現有一隊官兵正在秘密挖掘一座古墓。他們不像是在貪圖金銀，反而像是在找某種與星象有關的遺物。星象？沒錯，我本想探個究竟，卻被他們發現了。領頭的人武功極高，路數詭異，不像是中原武學。之後我就被一路追殺至此。江城在磨坊內踱步，大腦飛速運轉。天機閣在找星，朝廷在挖星象遺物，這2幫人不僅勾結，而且目標一致。他們在找某樣東西或者某個人，而我們顯然就是他們拼圖裡的一部分。那我們現在怎麼辦？我們現在是一根繩上的螞蚱，分開走會被各個擊破，只能暫時聯手，先活過今晚再說。郭襄看了看張三，又看了看江城，最終點了點頭，視線穿過層層雲海，來到一座懸浮於高山之巔的宏偉宮殿。月光灑在琉璃瓦上，泛着冷冽的寒光。這裡仿佛是與世隔絕的仙境，卻透着一股令人窒息的壓抑感。大殿內空曠寂靜，正中央懸浮着那座巨大的、精密運轉的天運輪儀器。一位滿頭白髮、身穿華麗白袍的男子天書星正背手而立，注視着儀器上緩緩轉動的星軌。星軌亂了。他伸出手，手指輕輕拂過儀器旁懸浮的一顆光球。光球中隱約顯現出清風鎮客棧混亂的戰鬥景象，江城、張三和郭襄跳窗逃離的畫面一閃而過。別墅，終於回去了。那個穿着奇裝異服的小子，他身上竟然有師父當年遺落的星盤氣息。在他身後的陰影中，走出一個身材瘦削、面容陰鸷的男子天全星。大哥，開陽在太和山下失守了，那2個小子沒去迎仙客棧，反而跑到了清風鎮。
還和尹星會合了。天書星冷笑一声，无妨，会合了也好，省得我們一個個去找。既然他們不願意乖乖入局，那就不用再演這出名門正派的戲碼了。他轉過身，眼中閃過一絲狠厲的紅光。傳令開鞅，不必再偽裝，調集暗部和朝廷的鷹犬，直接動手。我要活的郭襄和張君寶。至於那個江澄，他頓了頓，手指捏碎了手中的光影，把他的屍體帶回來，我要他身上的星盘。荒涼的山道上，兩個人影正在月色下緩緩前行。走在前面的是令狐沖，他手裡提着那個酒葫蘆，仰頭灌了一口，隨即眉頭緊鎖，呸了一聲：“這什麼破酒啊，淡得跟水一樣。這地方真是邪門，連酒都沒個酒味。”走在後面的是段譽，他看起來有些心不在焉，不時抬頭望向遠處的群山。令狐兄，你別抱怨了，我們這都走了2天了，你覺不覺得我們好像在被什麼東西牽着走？令狐沖停下腳步，你也感覺到了？段譽指着遠方一座高聳入雲的山峰輪廓。我腦子裡一直有個聲音，或者是種感覺，在召喚我去那裡。那個方向好像是叫太和山。令狐沖摸了摸胸口，那裡似乎有一股氣在亂竄。巧啦，我也是，每當我想往別處走，心口就疼得厲害。看來咱們哥倆是中了什麼邪術，非得去那太和山走一遭不可了。既來之則安之，或許到了那裡，我們就能知道自己是誰，又為何會來到此地了。兩人对視一眼，無奈地搖搖頭，繼續朝着太和山的方向走去。他們並不知道自己正一步步走向一個巨大的陷阱。清風鎮的喧囂逐漸平息，在一個高聳的屋頂上，一個黑衣蒙面、腰繫醒目白腰帶的刺客首領正蹲伏在瓦片上，如同一只黑色的夜貓。他手裡抓着一只信鴿，正在將一個極小的紙條綁在信鴿的腿上。他的目光透過夜色，死死盯着遠處那座廢棄磨坊的方向。教主預言的藝術果然出現了。那個穿藍衣服的小子，他在客棧用的招式根本不是武功，而且他手裡拿出來的那個東西，那是教主的信物，絕不能讓天機閣的人得到它。他手一鬆，信鴿扑棱着翅膀飛入夜空。後天教首領對身邊的陰影低語：傳令下去，計劃有變，從現在起不再是單純的刺殺，我們要暗中保護那3個人，尤其是那個江澄。在確認他身份之前，別讓他死了，也別讓他落入天機閣手中。陰影中傳來幾聲低沉的應答，隨即數道黑影悄無聲息地散去，隱沒在清風鎮的夜色中。磨坊內，3人輪流守夜。此刻天色微亮，江澄用樹枝在地上的塵土裡畫着各種線條，那是他在整理昨晚得到的情報。你在畫什麼？我在分析路徑。我們現在的位置在清風鎮，天機閣的老巢据說在太和山，而你說的古墓挖掘點在終南山，這3點連起來，天機閣在那裡，他們想引我們去那裡，而朝廷在終南山挖的東西，很可能也是為了送到太和山去。那我們是要逃得遠遠的嗎？江澄站起身，拍了拍手上的土。逃？能逃到哪儿去？他们既然能精準的在清風鎮堵住我們，說明他們有辦法追蹤我們的位置。一味的逃，只會被耗死。他看向郭襄和張三，眼神中閃烁着一種賭徒般的瘋狂與冷靜。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既然他們想讓我們去太和山，那我們就去。自投羅網？不是将計就計。他們以為我們會像受驚的兔子一樣亂跑，或者乖乖聽話。但如果我們主動出擊，在路上搞點破壞，或者查出他們到底想用星象遺物幹什麼，主動權或許能回到我們手裡。江澄看着自己的手心，那是星盤的紋身。而且我有一種直觉，我要找的回家路也在太和山。张三站起来，堅定地站在江澄身邊。江施主去哪兒，贫僧就去哪兒。且贫僧絕不會讓任何人傷害郭女俠。郭襄看着眼前這2個男人，一個是滿腦子奇怪想法的異鄉人，一個是10幾年未見卻依然赤誠的故人。他收起長劍，嘴角露出一絲久違的豪氣笑容。好，我郭襄行走江湖多年，還沒怕過誰。既然是龍潭虎穴，那本姑娘就陪你們闖一闖。東方泛起魚肚白，第一縷晨曦穿透薄霧，照在清風鎮外的古道上，3個身影並肩從磨坊的陰影中走出。
中間是身穿深藍色俠客服、腰繫现代工具袋的江澄，左邊是手持木棍、身穿灰色道袍的張三，右邊是粉衣飄飄、背負倚天劍的郭襄。他們的影子在晨光中被拉得很長，前方是連綿起伏的群山，通往遙遠而未知的太和山，路途漫漫。這只是這場跨越時空冒險的真正開始。